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英国的学者分析乌克兰战争的3种走向以及对中国的影响。从俄乌冲突爆发时候开始，西方的媒体和政客就把乌克兰问题和台湾问题相关联，并且打造了一个让我们全体的中国人都十分愤怒的叙事。俄乌冲突的结果将决定中国是否下决心武统台湾。俄乌冲突跟中国统一有毛的关系啊？这二者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吗？能相提并论吗？5月13号，英国的防务杂志刊登了伦敦国王学院的一名讲师的文章，分析乌克兰战争的3种可能的走向，并一定要将中国与这些未来的趋势扯在一起。我们有必要看一看这个吃饱了撑的西方人说了些什么。文章开头就讲，随着俄乌冲突的继续，中俄结盟的力量将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这个话开头就错，中俄前前后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不是结盟，中俄之间并没有签订类似于北约的集体防御条约。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打仗，中国没有义务出兵帮助，反之亦然。西方总是试图将中俄的关系描述为盟友，这是典型的昂撒人的思维方式，只有他们才会拉帮结派搞国家的联盟。文章认为，俄乌冲突的未来呢，可能有3种结局：一是乌克兰获胜，俄罗斯失败。作者声称呢，这个结果将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证实西方的韧性和专制侵略者的软弱。这个结果呢，还将破坏一个所谓的中国叙事，也就是自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西方正在衰落，而中国正在获得优势。这个结果还将挑战中国的世界正面临100年未有的大变局的说法。这位作者的一厢情愿呢，由此可见，西方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需要用这场战争的背书吗？全世界人民都看得清清楚楚。作者还进一步幻想，如果俄罗斯被击败，可能意味着俄罗斯总统普京下台，然后呢，新的俄罗斯政府可能会降低与中国的关系，并重新考虑与西方建立良好关系。这对中国又将是一个打击。普京下台就意味着亲西方的势力将在俄罗斯上台吗？事实上，普京本人在刚刚担任俄罗斯总统的时候，就是最亲西方的。俄罗斯选择走什么道路，是现实给他们的教训，也是他们自己的权利。但估计俄罗斯人是再也不会投入西方的怀抱了。第二个可能是俄罗斯胜利，乌克兰失败。作者认为，这个结果将鼓励中国倾向于武统台湾，并且将迫使不断的承诺支持台湾的美国做出决定，是否对中国直接动武。此外，中国对欧洲的立场也将更加的坚定，将使中国能够成功的阻止欧洲国家在全球和东亚问题上站在美国一边。对这个结果呢，作者不愿意多谈就寥寥的几句话，因为俄罗斯赢了西方国家集体支持的乌克兰得太伤人自尊太让昂撒人不能接受。不过，欧美就完全是铁板一块吗？哪怕俄罗斯现在还没有取胜，欧洲国家并没有完全站在美国一边3呢是战争继续陷入僵局。作者认为这对中国有利，因为中国呢可以继续从俄罗斯进口廉价的能源和原材料，并且向俄罗斯销售更多的商品。中国还能够继续执行中立政策，同时发挥和平缔造者的作用，而不必做出任何艰难的选择。因为这场战争呢转移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资源，因此呢，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将更具优势。说来说去这位作者摆脱不了昂撒人骨子里面的强盗逻辑。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非敌即友，恃强凌弱是常态。他们总认为乌克兰获胜将吓走中国，不敢武统台湾，这纯粹就是个笑话。中国是否武统台湾与俄乌冲突的结果毫无关系，这完全取决于台湾当局和美国政府是否触犯了我们划定的红线。西方人完全不理解中国人追求祖国统一的强大的心理动力，更何况现在中国的解放军在亚太地区已经拥有了军事力量的优势。
我们的工业力量已经超过了西方7国的总和，我们还会怕打一场祖国统一之战吗？西方人如果顺着这种思路走下去，最终肯定会掉到沟里去。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